喂，你在想什么？没想什么，这里肯定是一古墓，下去以后不要乱走。这是什么呀？这大的是国板，小的可能是门障，可能是以前山洞里进过水，被水冲出来的。这个墓肯定被盗了。我们说话声音小点，说不定七月爬就藏在某一间耳室里，别打草惊蛇。我让他关了手电，摸着黑向前走，莫非到了一间耳室外？我们配合，他猛地打开手电，我立即端起猎枪，一间间找过去。这些不大的耳室内空空荡荡，别说人，连个人影子都没有。你快过来看，这里有个洞。在哪儿？就是这里。这么小，这洞是干嘛用的？洞口形状不规则，像是砸出来的。你帮我拿着东西，我钻进去看看。你怎么了？卡住了，快踹我一脚！你没事吧，向风？没事，你力气可真大。谁？他妈的，是七月爬，快追！奇怪了，人呢？向风，这是什么？幕墙，看上去也不像啊，门高5米，全都用手掌宽的青砖砌成，我没见过这种东西啊！卧槽，抽砖门？什么是抽砖门？抽砖门是汉代的一种防盗手段，传说只要抽掉一块砖，整个幕墙会瞬间塌下来，把抽砖的人砸死。奇怪，刚刚七月爬是在这里消失的，去哪里了呢？难道是从这里钻进去了？你又来，别又不小心卡住了。那是什么？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是个死人，一张七窍流血的人脸，死了很多天，女人的脸。我看到过这张脸，是服下，已经开始腐烂了。我不知道七月爬是不是进了这个洞，为了以防万一，我决定先回去将这里的事告诉把头。这么说，七月爬在山洞里突然不见了？我找了好几遍，真是凭空消失了。不光七月爬不见了，老夫女儿服下的尸体我也看到了，那惨状简直……云峰，凡事啊你要多想一层。我猜测七月爬是故意留在那里等你。至于老夫女儿的尸体，应该也是他引导着让你去看到的。把头，这怎么会？你还记不记得鬼仔岭那件事？记得，当然记得。我们是干盗墓的，他这是想故技重施，先引起我们的兴趣，然后借我们的能力为他打开墓里的抽砖门，让你看到老夫女儿的尸体，是为了让我们再次过去替老夫女儿收尸。能培养出自伤蛇那种人，七月爬不是个简单的人。把头，那抽砖防盗门的墓室里有什么？不能确定，可能有他想要的那面镜子吧。那我们现在该走哪一步？云峰，你听着，我们现在走3步，只要走了这3步，他的一切计划将全部完蛋。第一，离开炮楼这里，不要给他观察我们行动的机会。第二，老夫是个累赘，他现在会拖累我们整个团队，所以你找个地方把他放那里吧。第三，我们不去那个山洞，更不要去帮服下收尸，因为我们没那个义务。把头，不去帮服下收尸，这点我可以同意，因为我们都和那女孩不熟，但找个地方把老夫放下。怎么，你还舍不得老夫，还是说觉得他们父女太可怜了？云峰，你记住，当初老夫收了我的钱，就应该知道有这个后果。他一路上默不作声，其实也是想利用我们帮他找到自己女儿。俗话说得好，大难临头各自飞，本来就是相互利用的关系，你没必要感到自责。这天傍晚时分，哲师傅拿着老福的东西，我将老福从帐篷里背出来。老福上半身还在一起一伏的呼吸，他还活着。迷药山里有各种野兽，他撑不过晚上，一路结伴走了这么多天，我心里有些不舒服，便蹲下来，手隔着薄薄一层床单，轻放在他额头上说：福叔，对不起了，我们别无选择，不能再带着你了。七月爬的仇我们会替你报，我希望你或服下再下头能早一点碰到。等一下，怎么了，武师傅？你看，难道是老胡想让我帮他打开箱子？盒子，是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吗？我打开盒子，总共放了3样东西，一个防水袋，袋子里装的全是服下的照片，还有个东西，是一个方形的，看起来非常古朴的一个小木盒，最后是一封叠起来的信。骨头还是椭圆形的？如果有人看到了这行字，说明我人可能已经不在了。老银河里装的是3年前我去左亲寺求来的猪仁波切眉心骨嘎巴拉。当我拿到圣物那一刻，整个左亲戚的天空上发生了神迹，都可以抵挡七月爬诅咒术的影响。我猜测，看到这封信的大概率是王教授团队的人。不管你是谁，也不管你信不信，请认真听我的下一段话。可怕的并不是七月爬，而是七月爬他所信仰的某种原始巫术。这个世界上
永远存在着我们看不到、我们无法去理解的事情。记住了，要想除掉七月爬，一定要让他的手碰到嘎巴拉眉心骨，一定要记住。想除掉七月爬，要让他的手碰到眉心骨，真的还是假的？差不多了，走吧。回去后，小轩已经基本收拾好了东西。于哥简单的给自己做了一副拐杖。豆芽仔除了屁股还有些疼以外，基本没啥大事了。怎么样，老夫安顿好了没有？已经安顿好了。我们11点半走，走之前不要让火堆灭。去哪把头？ M3 和 M4 看的基本上差不多了，我们要去找当年党项人的生活区。李现的墓可能在那里，那个地方应该不会太远。11点半，我们准时出发，背着包向西走。走着走着，我回头看到蛇女拿了个小酒瓶，她倒了杯蛇血，正仰头喝。你真是没救了，怎么还喝这玩意？反正我每天都要喝，不喝身上会感到难受。要不你也来一杯试试，甜的。快拉倒吧，闻着都特别新鲜，我还想多活2年。原来你们是盗墓的。你才知道啊，你别叫盗墓的，我们这叫地下文物主动发掘者，懂不懂？那个女孩子很喜欢你吗？你说小轩？你看我们2个人在说话，她一直偷偷回头看。我长这么丑，真羡慕她长那么漂亮。说真的，你们俩进展到哪一步了？有没有那个过？哪个过？哎呀，你真是个笨蛋。哦，懂了，没有。你不喜欢她？喜欢啊。那你为什么不和她做？我娘说过，那是人世间最美妙的事情。据说在那一刻，人会忘掉所有的烦恼和不高兴。你这是胡说八道，小姑娘，你懂什么？那种事儿就像原味咖啡，闻着香，喝起来就苦了。哇，你看起来很懂啊，你肯定不是处男了。看你这样子，应该没谈过男朋友，要不我帮你介绍一个？给我介绍，我这么丑，根本没有男人愿意正眼看我。那可不一定，你玩蛇那么厉害，这就是加分项。有句话叫情人眼里出西施，这种事儿关键点在于碰对人。那个人你觉得怎么样？行不行？不行，我不喜欢那个人。咋了？我觉得豆芽仔人挺好的，他很有钱的，是我们团队里最富裕的一个。不喜欢就是不喜欢。向云峰，我看你很会，我有一个愿望，就是想在自己死前做一次真正的女人，你能不能满足我？我想给你。你这么大反应干嘛？你还是嫌我长得难看，不想跟我那个吧？我真的只是好奇我娘说的，就算我请你帮忙行吗？我可以给你钱，我有钱。你有钱去治病啊？你有多少钱？我有1万块钱，是往年蛇王庙里的人给的，只要你答应了我，我就把钱给你。要是这样，那性质成什么？我堂堂神眼峰不成鸭子了，跟王元杰一样。不行，绝对不行。这样，等你病治好了，我就答应你，前提是你到时候还看得上我。我就知道是这样，从没有人喜欢我，只有蛇喜欢我。这都什么跟什么啊？他眼神黯淡，貌似心情低落，受不了这种气氛，我借口离开了。从前半夜开始走，一夜没停。前方带路的把头突然停了下来，他就站在那里，看着前方发呆。眼前出现了一座巨大的城楼，大到让人难以想象。时隔多年，每当回想起清晨那一幕，仍觉得心潮澎湃，极其壮观。看来我猜的没有错，这里应该是当年逃难过来的西夏人的生活区，这里就是历史学者们口中传说的西吴尔国了。哈哈哈，找到了，我们要发财了！简直难以置信。哲师傅，这就是历史啊，历史总能给我们惊喜。这围墙看起来不怎么结实啊。好奇怪啊，把头，你看这地表啊，这里怎么不长草？这种土以前做过处理，可能用锅蒸过，或者土里撒了某种药粉，所以才不长草。贺兰山脚下的西夏陵区也是这种土。云峰，你再看看天上。啊！没一只鸟从我们上方飞过，鸟群都故意绕了路，避开了这里。土不长草，鸟不飞过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走吧，疯子，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去找宝贝吧！随便找了间房子进去，屋内有北方那种土炕，有些很老式的生活用品，所有东西东倒西歪，都落了厚厚一层灰尘。豆芽仔翻了一遍，奇怪了，这没有什么值钱东西啊，连件带花的瓷器都没有。没有就对了，当年那帮子党项人是逃难到这里的，命都快要丢了，生活条件能有多好？就算是逃难的难民，也总分着穷人富人吧。你小子这点倒没说错，这里当年肯定也有富人，找到他们留下的东西，我们就发了。第一天，我们有找到一个大木头箱，我和豆芽仔兴冲把箱子抬出来，结果打开后发现里头装的全是各种各样烂衣裳，看着黄不拉几，基本上都让我给烧了。我正烧着衣裳，听到豆芽仔突然大呼小叫：“你们快看，快看，我找到什么宝贝了！”电风扇，这你在哪找到的？就在那屋里，我一看有个电扇，就拿出来了。有底座、木轴、3片螺旋枫叶，奇怪，到底是谁放在这里的？这东西有意思，
我以前见过一个比这小的残器，它就是西夏时期的风扇，不是用点的。你们看，那里有个拉环，以前拉环上套了绳子，只要丫鬟仆人不停拉绳子，枫叶就能不停地转，产生凉风。这东西有没有人收？值多少钱？是个稀罕物件，先放一边吧，走时看看能不能带上。你们打探坑的时候要小心，用布挡上口鼻，或者干脆戴口罩。这里的土不长草，可能含有某种药物。土里有毒？不能确定。1977年考古队探西夏陵的时候，很多人都生了病，有医生推测说和那里的土壤有关。要是下场雨就好，那样就不会起灰尘了。老天爷似乎听了把头的话，这晚上就开始下雨了。我们匆忙收了东西，都躲到食屋中避雨，结果屋里也漏雨。想什么来什么，大家晚上将就下，不要离太远，分开找2间屋睡觉。云峰、豆芽子，等雨一停，你们就去打探坑。哈哈，哲师傅，还得劳烦你守夜了。没问题。蛇女和她娘还有小轩住一个屋，我们这些男的住另一个屋，紧挨着。哲师傅就抱着他那本产后护理书，看着门外下雨，可能睡了2-3个小时。有人踢我脚。怎么啦？有情况？云峰，你过来看。我操，怎么这么多蛤蟆？从哪来的？把头，这怎么回事？怎么一下雨出来这么多蛤蟆？这里是生活区，下雨天突然出现这么多蛤蟆，证明附近绝对有水源地。赶紧起来，还睡？怎么了？不就是蛤蟆吗？又吃不了人，下雨天多的是，我以前见多了。懒得管你。走开，走开！哇，好大哦！我操！你怎么什么都吃？不要命了？这是可以吃的呀，我要去抓一些存瓶子里当零食吃。蛇女拿着空矿泉水瓶，真冒雨去外头抓小蛤蟆了。外头那些东西到处都是，抓到的她就塞到了瓶子里。她身上有重病，我跑出去想劝她赶紧回去。你快看那里！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蛇拜蛇，如果我猜的没错，这附近肯定有蛇王。啥玩意？蛇王？蟒蛇？蛇王不是普通蛇，可能是某种剧毒的毒蛇，当然也可能是蟒蛇。不行，我要去找一下它。蛇女要是出了什么意外就麻烦，我得去看着她。云峰，这么晚了，天还下着雨，你要去哪里？把头，你放心，我很快回来。你要去哪？还有，你手上拿的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硫磺熏过的干天星草，我感觉到了，它离这里不远。就不能白天再来找？这还下着雨，你看你衣裳裤子都湿透了。不行，白天它肯定不会在这附近了。不要出声，就在那个方向。他拿了我的手电，举着手电不断来回查看地面。我看了，除了一些在小水坑里蹦蹦跳跳的蛤蟆，什么也没有。奇怪，它去哪儿了？我刚才明明闻到了这个方向有味道。你用舌头闻的？很小就和蛇生活在一起了，所以我熟悉它们的味道。快来看，就是这个痕迹，这就是蛇路。比锈钢大碗的碗口还要粗，怕是直径要超过20公分了。我回去睡觉了，你自己去找吧。别呀，向风，难道你不想看一下蛇王？如果找到了蛇王，你想干什么？可以吃肉，也可以喝血呀，我很想喝蛇王血。你不是说蛇是你的朋友？是朋友，但朋友就是用来吃的，我从6岁开始吃了。那你会不会哪一天把我也给吃了？哎呀，怎么可能？我喜欢你还来不及，怎么会吃你？向大哥，你就和我一起去看看吗？不知不觉中，我们竟然已经远离营地快2公里了。最后找到了一处小山洞，这个山洞开在半山腰，洞口高度不足1.5米。他胆子非常大，毫不犹豫地走了进去。我有些害怕。妈的，一个小姑娘都不怕，我怕个球！什么玩意？这么多蛇！别动，这蛇有毒。没事了，走吧。刚刚那是什么蛇啊？刚刚的是白头葵，一口就能毒死人。不过没事，它已经走了。向大哥，你把天星草藏怀里，这样蛇就不会靠近你了。你不用，你拿着吧，我不用也没关系的。熏制过的天星草贴身放，明显有一股味道，这种味道不太好形容，有点像方便面调料包的味道。越往里爬，
小土洞越窄，我举着手电，忽然听到他大喊：“快关灯！”怎么了？那是什么？蛇？别怕，你看，这就是蛇王，这是我见过最大的菜花原毛头腹，毒蛇竟然能长到这么大，估计它最少50岁了。你要干嘛？别过去，你不要命了？只见他一手举着手电，另一只手慢慢举高，一步步尝试着向前靠近。在蛇王的眼神中，我竟然看出来了一丝敌意。小心！他妈的！不要，你别过来！这么狠！蛇王疯狂地用开，他越挣扎，蛇女咬得越狠。蛇王感受到了威胁，更狂暴的挣扎，腐块不断在舞。突然，整个土洞的洞顶指下，一人一蛇直接被活埋了。赵红烟，赵红烟，你在哪？我在这，向大哥。我赢了，我赢了蛇王了。你刚刚差点被他咬死，你知不知道？我知道，不过好在被我制服了。这是成精了吧？蛇这东西都会装死了。你别管它死不死，你刚才被咬伤了。你不是说这是剧毒的蛇？没事的，我对任何蛇毒都有抵抗。怎么办？我们身后的山洞塌了。我哪知道怎么办？早劝你了，你不听，非得拉我过来。下了几个小时雨，这种没石头支撑的土洞非常容易塌，而且一塌方就是连着几十米。你知不知道那是什么概念？知不知道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我们出不去了。向大哥，你不用这么害怕，你的把头那么聪明，他能找到我们的。我们现在离开营地最少有6里地远，而且长在隐蔽的半山腰上。等他们找到我们，没准我都生蛆了。冷静，现在一定要冷静，不能慌，一定还有其他什么办法。2个小时后，我放弃了，没有挖土工具，我除了双手，身上只有一把小刀，那是根本不可能挖出去的。而此刻，我和他的活动范围都只有不到2平方米。你笑什么？我没笑啊。你还能笑得出来？如果这洞是密封的，等氧气耗完了，我们俩都得死，你还笑？人在不吃东西的情况下能坚持7天没问题，可是没有水，估计连3天都撑不下去。你身上带吃的东西了没有？没有。小轩经常偷偷给我巧克力，有时候我就随手揣兜里了，可我找遍了自己身上所有口袋也没有。不过我在自己背包里找到了一样特别的东西，这是小仙女送给我的补骨之药材，是补肾壮阳的。现在互相抱怨没用了，我尝试了用刀挖土，徒手挖土，根本起不到效果。我们在这里多久了？从前天晚上到现在，整整1天了。希望把头能快一点找到我们。你吃的什么？好吃吗？还行，有股回锅肉味道。能不能让我吃一点点？我肚子也饿。怎么样？刚开始嚼的时候苦，现在越来越香了。吃着吃着，过了约莫半个多小时，他突然小声问我：“向大哥，我怎么觉得肚子热热的？你有没有热热的感觉？”好像有一点。你脸怎么这么红？我脸红吗？向大哥，你的脸也很红。奇怪，我有种很奇怪的感觉。什么感觉？小仙女告诉过我，这是补药，但我不知道生吃这种药的效果会这么强。起初腹部热热的，但过了几分钟，我实在坚持不住。该死，我的嘴怎么不听使唤了？不行，绝对不能这样做，冷静，一定要冷静。我立即蜷缩起来，深呼吸3次，牙齿对齐，舌顶上颚，脚掌相对向胯部提升，同时快速用手堵住老夫牙，口腔内很快存满了口水，分3次将口水吞下。瞬间，我感觉自己头轻飘飘的，感觉脑袋没有了重量，同时一股气顺着我后背向上走，最终到达了后脑勺那里。这是谢启荣版的炼精化气。你干什么？你嘴巴太臭了，离我远点。向哥，我不行了，我好难受，你帮帮我。
身子压着身子，他脸不停往我脖子上蹭，同时他单手快速地解自己胸前扣子。不知道为何，我右手不听使唤，缓缓抱住了他。那一瞬间，久旱遭逢了甘露，天雷勾动了地火。人生三大喜事：洞房花烛夜、他乡遇故知、金榜题名时。不敢说后无来者，但我敢说前无古人。这件事就当没发生过，只有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懂了没有？向大哥，虽然我们没能像我娘说的那样做，但我也很开心了。原来被男人需要是这种滋味。你错了，没谁需要谁，这就是一半一半的问题。可是我娘说，女人就是在被男人需要时才能体现出价值啊。你还是接触外面世界太少，等以后你就慢慢了解了。以后我还能有以后吗？你有点信心，等忙完了这段事，我会去大后山苗寨找一个朋友，到时候你跟我一起去。苗寨与世隔绝，那里有治虫子病的高手。可是医院都说虫癌治不好了。记住，医院是能判了你的生死，但它不能决定你的生死，决定你生死的是命。只要你不认命，那永远有机会活下去。另外，你要是缺钱，我可以借给你，多了不说，200-300万是没问题的。谢谢你，向哥，从来没一个男的对我这么好过。向哥，我刚才看你很舒服，要不我再帮你来一次吧？别，你放过我吧，姑奶奶千万别，我怕你了。说完，我试着往起站了站，脚后跟都发软。怪不得以前打仗时军中无女人，这要是打起来了，士兵不得都爬着走，不然我耳朵一动。怎么了，向大哥？别说话。你没听到有挖土的声音吗？快，给我找块石头。砸墙后我去听，能明显听到那沙沙的挖土声更大了，是在加快速度，心情十分焦急，大概就这么等了1个多小时。突然，一张厚实的桌子板从洞墙上冒出了头，随后直接穿了过来，是豆芽仔。哎呀！快松开！我靠，疯子，原来你真在这儿啊！我们他妈的找你快找疯了！我还说你是不是让山里野兽吃了？小轩也急哭了。出去再说，我受不了这里了。云峰，你到底怎么回事？于哥，你腿好了？还疼，勉强能走。有水没有？把头他们的于哥，那边还有好几个山洞，把头小轩还有这位蛇女同志的母亲都在那里找你们。哦，哎，疯子，你裤子怎么穿反了？没事，可能前天晚上穿反了，快去找把头。站住！等等。你笑毛？我笑什么？你不知道？没个2万块，这是办不了啊！你不给我，那我就去告诉小轩，孤男寡女，2天2夜共处一洞。2万，行，你把脸伸过来。不闹了，人没事就行，放心吧，兄弟给你保密。疯子，你真重口，我佩服你。去你娘的！晚上8点多，大家伙围坐在一起，锅上烧着水，有些不太敢看小轩。我像个做错事的孩子，就低着头装看手机。女人的第六感是很强的。小轩盘腿坐在火堆旁，斜着眼睛，用一把锋利的钢刀，正在若无其事地剔指甲缝。哼，行了，别提这事儿了，过去了，人没事就好。我们已经耽误了3天，明天必须要加快速度。哲师傅，麻烦你守夜了。你们看我需不需要先睡一下？毕竟我都4天没睡了。哲师傅，你怎么能这样？我也是从早上到现在没合眼，干我们这行辛苦点再正常不过，麻烦你了。哲师傅，你去睡吧，今天晚上我来守夜，我不困，我都在洞里睡2天。一听我这话，哲师傅一声没吭，抱着书就往帐篷那里走，好像生怕我反悔。10点半，营地外只剩了我和小轩2个人。小轩，你不去睡？你为什么会把裤子穿反了？你是在山洞里脱了吧？你不知道，那山洞里小蛇很多，有条蛇钻到了我裤子里，所以你才和他上了床。向云峰，蛇女那个样子你也看得上？你是不是个变态？不是，真实情况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你到底有没有和他那个说？别冲动，有话好商量，你千万别冲动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说。卧槽，我说还不行吗？
所以吃了那什么药，你们没进行到最后一步。他帮你那个了，难道我不能？你为什么要找他？别，你干什么？我要让你长点记性，胳膊还是腿，选一个。那我替你选，就胳膊吧。别动，要动一下你就不是男人。我能感觉到他是真生气了，所以我只是站着没动。小轩从包里拿来了他的碗，他手拿着接到了我的伤口处，血滴滴答答往下流。他冷着脸一动不动，就这么过了5分钟。你记住，只有这一次，没有下一次了。你的人是我的，你的一切都是老娘的，除了我赵轩轩不允许任何女人动你。疼吗？说人话。总算是糊弄过去了。小轩走后，闭上眼，脑海中还是忍不住去回忆那一幕，那种感觉。我使劲抽了自己一巴。接近12点钟，围很寂静，连声鸟叫声都没有。突然，我听到一声女人的尖叫，是小轩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这他妈谁干的？一定是他，我要找他算账。小轩，你别去。丑八怪，别以为你给向云芬那个了，他就会喜欢你。丑八怪，你自己照照镜子行吗？我并没有得罪你，你为什么要骂我？还争？那些癞蛤蟆肯定是你放的。哼，癞蛤蟆，如果我要放，就不会放癞蛤蟆，我会放毒蛇。我是丑没错，但向哥他同样也不喜欢你。住手！别打了，二位姑奶奶有话好好说。哟，云芬，你还知道护着自己小情人了？没有的事，你给我实话实说。小轩帐篷里的癞蛤蟆是不是你故意放的？向大哥，我没有，我不会做那种无聊的事，更不会给你添麻烦。听到了没有？他说他没有，哈哈，都是误会，快放手！明明是我受了欺负，你不主动帮我就算了，还想在这里和稀泥。今天谁都别想睡，这事儿没完。云峰，你们3个大晚上不睡觉，都在那里站着干什么？我看到于哥就像看到了救星，赶忙跑过去说了事情经过。云峰，这是你做的不对，真要是那样，那就是有人故意害小轩啊。我刚说了，如果我要害人，不会放这些东西，我会放毒蛇。如果不是蛇女干的，那会是谁干的？我扭头看了营地一圈，心想这里没外人了，倒是有一种可能，不知道对不对。小轩爱干净，只要有水，他睡前一定会洗漱，洗澡完了就把水泼了，所以他营地周围总会很潮湿，由此引来了那些东西。就这样，一场2个女人之间的冲突，算是有惊无险的暂时化解了。隔天下午3点多时，我和豆芽仔在打探坑，突然有了重大发现。铁锈土一般见于古墓葬中的蛇马坑，既然打到了铁锈土，就证明地下可能有大量铁器。把头，你快来看，几米深处的，大概在地下4米3左右，有点浅，再打4个坑看看。东西南北4个探坑下到了5米深，都没见到铁锈土，只有中间这个探坑有铁锈土。不愧是干了一辈子的老把头，我还在这里纳闷了，这怎么回事？云峰，这不是古墓规制，如果没猜错，你发现的这是个长2米、宽2米的正方形窖藏坑。窖藏坑，把头，真的是窖藏，8、9不离10，不信挖下去看看就知道了。既然发现了，肯定挖呀，哪知道这一挖却挖出来一件很诡异的古董，把头都没见过，至于年代可能要远远的超过辽金西夏时期。这就奇怪了，为什么这里只放了一口大缸？你看什么看？还敢动我？罪过，阿弥陀佛，牙仔啊，你积点德，小心人变成鬼来报复你。于哥，那最好给我来个漂亮的女鬼。草啊，怎么又下雨了？前2天才刚下了雨，这雨来的没有征兆，说下就下。咦，这是什么？还在那里看什么？快上来了，疯子，下大了。知道了，马上。奇怪了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阿里喜，我知道了，那具白骨叫阿里喜，这个枕头就是他用的，缸里肯定还有别的东西。说得好，赵轩轩，你越来越聪明了。那你解释解释，这个阿里喜为什么埋在缸里，还把枕头带到了缸里？这个我不知道。死豆芽，你别笑，你肯定也不知道。我不知道，没有我不知道的事儿。你们看啊，古代和尚有种做缸，
那这个肯定就是睡缸，带枕头就是方便在缸里睡觉用的。说得好，你赶紧闭上嘴巴。把头，你认为呢？当年是西夏有一名正军将领，把自己的兵器铁甲埋在了窖藏中，又让随身伺候的阿里喜陪葬，作用就是在地下看好这些兵器。如果是那样，那为什么不用棺材？没道理用一个大缸啊！不是不用，是没地方用。你想想，那个地方能不能放下棺材？好像还真是，那个地方面积太小，只能放下一口缸。这紫枕头是那个将军赏给阿里喜的陪葬品。你们快看，怎么回事？怎么这么多蛤蟆？好像他们跳的位置正是窖藏的位置。那口大缸绝对有问题。云峰、雅仔，你们去把那口大缸挪开看看，下面是不是有什么东西？哦，真的，还有个洞，这底下一定藏有宝贝。你倒还真是胆大，敢直接伸手去摸。有东西，有，干军摸到了个大货啊！这是什么？疯子，这是个什么玩意？先回去再说。说来很奇怪，我们刚把这东西拿出来，那些小蟾蜍都不再向坑里跳了。把头也注意到了这个细节，当即皱起了眉头。等等，不要打开！怎么了，大娘？这个东西给我一种不好的感觉。娘，什么不好的感觉？还没打开呢。不知道，无法形容。我心里突然有种很害怕的感觉。上次我有这种感觉，还是94年泉州地震那次震塌了蛇王庙，我老伴就是在那次地震中死的。如果你们非要打开，我不阻拦，但我和我女儿不能留在这里，我们要出去。女儿，走。别管他，开。咦，这好像是一尊3足彩绘泥罐子。把头，这什么年代的东西？不知道，这种彩绘泥陶器我没见过完整的，可能和红山文化属同一个时代。这个彩绘蟾蜍陶罐肯定是西夏人带来的，我们能发现它，纯属巧合。奇怪了，这外形看起来像是一只蛤蟆，商周时期有这种彩绘。管他画的什么，只要值钱就行。先放一边吧，这东西肯定要拿走的。向大哥，你能不能出来一下？怎么啦？我娘问那是什么东西？没啥，就一个泥烧的彩绘罐子，可能有4000多年历史了，上头画了一些符号，外形很像是一只大蛤蟆。向大哥，我知道这些话我不该说，但我还是要说，你把那罐子扔了吧，扔得越远越好。我娘说那东西会带来灾祸。你们这是迷信，一个几千年的泥罐子能带来什么灾祸？再说了，蟾蜍图案比龙图案出现的都早，上古时期的文物上出现蟾蜍图案是正常的，放心吧，不会有事的。小轩和蛇女闹了矛盾，不住一间屋，他跟我挤一起睡，那头是鱼哥豆芽子，小轩在我旁边，哲师傅门口守夜。哎呀，你干什么？没干什么。哎呦我的妈！看着包了报纸的泥罐子静静放在墙角，我慢慢睡了过去。正睡得香，我耳边忽然听到哗啦啦的流水声。睁开眼，我竟然发现自己躺在河边。卧槽，这里不是独龙河吗？我怎么会梦到这地方？真是奇怪了。云峰，这是哪里？我们不是在屋里睡觉吗？怎么到河边了？于哥、牙仔，怎么你们都在？我们这是在做梦吧？现在几点了？我的天，我天天见你们，竟然还能梦到你们。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你们肯定是假的。这是我的梦，我应该能做主。把头，叫声哥。你说什么？叫哥啊，叫我向哥，听见了没？云峰，我叫你一声，你敢答应吗？有什么不敢的？反正是我在做梦，把头你现实中还能知道啊。就在此时，河对岸突然走过来一名白白胖胖的中年男人，他看起来40多岁，没穿衣服，脸上笑容满布。你是谁？我认识你。你们当然不认识我，多少年了，我总算见到活人了，请你们都过来，不为别的，只是想让你们帮我一个忙，当然不会让你们白帮忙，因为凡是见到我的都会发财，我可以给你们2天财运。是金的？这是提前给你们的报酬，
我本不属于这个地方，我的家乡在三流河口。哦，抱歉，你们不知道三流河口，现在那个地方叫福建省长汀丁屋岭村。你们不是挖到了一个罐子吗？很简单，丁屋岭村有个很古老的禅形石头，你们把罐子深埋在禅石下就行了，就这么简单，这样我就能回家。胖子，你他妈到底是谁？我都没见过你，为什么会梦到你？丁屋岭村就是那个全年没有蚊子的村子？对，就是那个村子。那里之所以没有蚊子，是我留了几个孩子在那里，我很喜欢那里的村民，他们还为我建了禅石呢。对了，正常来说，你们和我无缘，是不可能见到我的，但凡事总有例外嘛。不过你们得死一个人，这是发财的代价。我看你真是有病。还有30秒时间，你们赶快商量商量，看选谁。如果时间到了没选出来，那我就自己选了。臭老头，你这什么毛病？在我梦里，我还能让你把我给欺负了？时间到，你们不选我来选了，别忘了我的话。这就走了？这就走了？于哥、雅仔、小轩，你们做梦了？梦到了什么？梦到了一个胖子。你们几个怎么了？没怎么。我几乎是连滚带爬跑着去找把，刚进石屋就看到把头正坐着用毛巾擦，四目相对，把头转头看着我。你好，向哥。起来。罐子呢？包着，在我那里。放好，千万别让它碎了。把头，你信了？不信也得信。云峰，如果不信，你能给我一个解释不能？是啊，这怎么解释？15分钟后，大概凌晨4点多，蛇女突然一脸着急忙慌跑来找我们。你们快帮忙看看，我娘她怎么睡不醒了？走，带我们去看看。娘，你千万别吓我！娘，你快醒醒！没气了，人死了。节哀。娘，你睁眼看看我呀！我娘是和我有一样的病，但医生说过她症状比我轻，最少还能活2年。娘，云峰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你节哀。我说话不好听，你不要介意。你娘有寄生虫病，可能她提前发作。向哥，我知道有这么一天，我以为我会走在我娘前头，没想到。话说了一半，他又低下头开始哭，我什么都做不了，只能尽力陪着他，安慰他。上午9点，发生了更诡异的一件事。豆芽仔只是随便拿洛阳铲子一探，却在土里挖出一根金条。疯子，昨晚那老头的话应验了。哇，再看看。几天都没挖到金器，好不容易发现个窖藏，还是一大堆不值钱的烂铁器。可现在我们却在短短半天内连出了2件精美的金器，这太邪门了。你们几个听好了，都把这件事烂在肚子里，对谁都不要提起，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。把头，那蛇女呢？她娘本来就有寄生虫病，可能真的是突然病死的。这件事我们要永远对她保密。没错，她娘就是病死的。梦见白胖子的第一天，我们共计挖到了16件文物，其中有9件金器。诡异的是，这9件金器分别出土于不同的地方。豆芽仔刚开始还有点后怕，可到了后日，他兴奋的眼冒金光，把一切恐惧都抛到了脑后。发了，我们这次发了，疯子，你看看这是什么？金衣服？这不是金衣服，这叫衣襟，是用金线银丝编出来的，很罕见。可惜这件破了，不完整了。破了也值钱啊，就这玩意儿，我们开价20万，肯定有大把的老板要。你看我穿上行不？快放下！你穿个毛！这是以前党项贵族小孩们穿的，你是小孩？反正我晚上不睡了，咱们只有2天财运，要连夜干才行。行，你先干着，我去看看那谁。向哥，是我的错，如果我当初不来四川，我娘就不会死在这里。你娘后事打算怎么办？能帮忙的我们肯定帮。把头还说了，之后让我给你5万块钱。我不要钱，要钱有什么用？我最多还能活1年了。我们江湖蛇女传到我这里是第8代，我决定了，蛇女不再传下去了。对他这个决定我表示支持，蛇女都是从小培养，像吃活物、喝蛇血这些都是陋习风俗，不传也罢。我娘不能埋在这里，必须回南平埋在烈焰林，落叶归根。我奶奶和爷爷的祖坟都在烈焰林。应该的。那你打算今晚火化还是明天火化？我们好帮忙准备。
不，向哥，我娘不能火化，她必须完整的土葬，而且一定要埋在南平。你的意思是你要把你娘背回南平？你这要怎么往回背？这里是康定，离南平最少1000多公里，你怎么把你娘带回去？坐火车。那你什么时候走？明天一早我就走。行吧，我知道了。云峰，我们有责任啊！一个弱女子身患重病，不可能做到的，你去帮一下吧。看着点时间，尽量在1个星期之内赶回来。啊，我去！你去不光是帮她，也是在帮我们自己。记住，我给你3个任务：先送他们回到南平，然后你直接去趟长汀丁屋村。我看过地图，从南平去那里刚好顺路，只有3个小时车程。神也好，鬼也罢，既然我们真的得到了好处，那就要尽快守约。到了丁屋村，你把这泥罐子埋了，别让任何人发现。送蛇女，送罐子，这才2件事啊！还有1件事是什么？你看看包，这些都是之前洛阳盗的3连棺木，还有你康定后盗的小犬宝木，还有我们在木雅遗址这里挖到的各种金器。年纪大了，我最近变得疑神疑鬼的，总感觉有什么不好的事发生。云峰，你人机灵，趁着这次机会，把这些东西分批转移，找个安全地方藏起来。记住，藏东西的地方一定要安全，除了你自己，不能有第2个人知道。我知道了，把头。不过我要是走了，那你们的安全怎么办？七月爬怎么办？不要紧，只要哲武在，安全不会出问题。那天哲武并未用出全力，只要七月爬敢露面，哲武就能杀了他。何况文斌伤势也快好了，再加上文斌，更加不会有问题。第2天一早，我跟队伍做了简单告别，然后背着蛇女她娘离开。我算过路程，到下礼拜1应该就能回来。其实你不用太伤心，人终有一死，你娘身体本来就不好，现在没痛苦一觉睡过去了，这算是喜丧。向哥，我知道你是好意，不过你不用再劝我了，我会学着慢慢接受。那就好，我怕你想不开，现在当务之急是安全把你娘带回去下葬。向哥，要不然我们去那里休息一下？算了，走吧，我们还有水。有点怕见到老郭，因为借人的发电机我们给丢了，何况现在背着一位老。到了红松林，把老太太轻轻放下。你看好你娘，在这里等我，我打算连夜赶路。现在我去部落借匹马来。那好吧，那你快点，向哥。彪哥，你在家吗？我是向云峰。卧槽，兄弟你怎么来了？你们不是在山里刨坟吗？是不是你们让七月爬干的全军覆没了，就剩你一个人了？怎么可能？彪哥，你不知道，七月爬让我打的都不敢露头，我是有点事路过这里，想借匹马用。借马？你拉什么？不拉什么，就是带了点东西。彪哥，你就说借不借吧，我花钱买也可以啊。兄弟，你这话说的，能要你钱吗？对了，最近你们部落里没事吧？还好吧，暂时没出什么事儿。那我走了，彪哥，有急事要办。行，兄弟，那我不送了。有了马快多了，我们3个都骑在马上，如果外人不上前不仔细，8成会以为是一位旅途劳顿的老太太睡着了。出山整整走了1天1夜，骑马到了老车站门口，我把老太太背了起来。向哥，路上我早就想问了，你这包太重了，装了什么东西？没什么，就是我们的一些生活用品。我背着你娘不好拿东西，你辛苦下。有人在吗？住宿吗？几个人？2个。2个人？你这不是还有1个吗？这是我娘，刚从医院回来，中风了不能动，您给通融通融，押金就不用退我了。那行吧，不用登记了，216房。安顿好他们母女，我把包藏在床底下，然后急匆匆跑下楼。大爷，屋里怎么不能洗澡？没水。洗澡设施还没修好，现在不能洗。你实在想洗的话，就打个车去公主桥那里洗吧。真他娘的倒霉，还要打车去洗澡。也罢，去洗个澡，顺便看看能不能买辆车。这市区用马拖着走太扎眼了。打了1辆车去公主桥洗澡，我洗了澡出来，神清气爽，2天的疲惫一扫而空。上了奥拓，我问大哥，我看你有一幅地图，能不能卖给我？你说这个，想要就拿去吧，这我免费领来的。你知不知道哪里有卖2手车的？万把块钱，不贵的那种车。哈哈，你算问对人了。我表哥就是康定最大的2手车商，99年的3厢夏利怎么样？只要6000多块钱，皮实耐开。去看看吧，行的话我就买了。路上打电话沟通过了，到了后人直接领着我去看车。所谓康定最大的2手车商，真实情况是库存只有3辆夏利，2辆奥拓，1辆神龙富康，一共6辆车。怎么打不着火？小问题，可能是放的久了。兄弟，你等等，马上给你解决。啊！
OK， 你再试试。你这车质量行不行？我跑长途，单程最少1000多公里啊！放心吧，兄弟，我这车你别看破，开起来绝对皮实耐造。有时候你不给油它都走。别说1000公里，我保你10000公里不出故障。我开着在电影院转了一圈，觉得还行，回来便交了钱。车贩子生怕我反悔，1个小时就弄好了手续。回去我背着老太太下楼，把老太太轻轻放到了后座上。我撩开盖着的衣服看了眼，果然老太太鼻子里已经开始流果粒橙了。向哥，你在看什么？看地图，我又不认识路，看看走哪条路合适。行了，差不多有数了，走了。向哥，你可以慢点开，路很远。知道，我开车你就放心吧。我操，这走了才不到2公里，难道是车坏了？妈，这个王八蛋！我脸都黑了，直接打电话给车贩子，劈头盖脸一顿骂。兄弟，你运气不好，你们车坏哪了？雅江县路口这里，你不是说保10000公里不出故障吗？我他妈这才走了10000米就不能开了。兄弟别慌，我现在就过去找你，帮你解决问题。等着。整整过了2个小时后，车贩子还没出现，我再打电话过去就打不通了，提示已关机。把车挪开，挡住路口了！你喊什么？我能动的了，没看车坏了。是你。好巧，原来真是你啊！这是你的车，你这是要去哪儿？我去福建旅游。那你能不能捎我一段路？我到雅江下，我去我姨家。你这不是有车？何况你没看到我车坏了。江叔只能把我送到前头，他不顺路。江叔修车可厉害，我让他给你修下车。江叔，快过来！这是我朋友，帮忙看一下他车哪里坏了，能不能修好？原来你们认识，我看看。问题不大，泵不出来油，应该是化油器堵了。我给你通通化油器。他跑回货车上拿了工具，回来把化油器拆下来一阵补刀再装上。我连续打火了几次，轰隆隆着了。人家刚帮了我，我实在不好意思拒绝。到地方就下，后排有人，你只能坐副驾驶。可以，我坐哪里都行。再次出发，米娘拉针时不时看眼后视镜。后排蛇女低着头不说话，怀中抱着她娘。这我朋友，他们刚从县医院出来，老人伤到了头，基本上是半植物了。哦，你好。怎么不走了？你有没有驾驶证？有，不过我开车不行。听着，你一个人开车往前头走，绕过检查站，在下一个路口等我。哎，为什么？你好像没喝酒，我们直接过去不行吗？别问，就算我求你帮个忙，你记得说就你一个人。快走！站住！你们是干嘛的？完了，现在走怕是来不及了，怎么办？你们干什么？怎么把车停这里不走了？还关了灯？警察同志，主要刚看到你们害怕。害怕？你喝酒了还是怎么？用力吹一下。你没喝酒怕什么？这位大娘是谁？所以我才说怕你嘛，你看看。怎么回事？你车上怎么拉了死人？死者是谁？这是我丈母娘，昨天人在医院就不怎么行了，路上死了。我这才出此下策，想把我丈母娘送回老家，所以看到你们夜查才害怕，想着停下来躲一下。你不知道法规，私家车运送尸体是不允许的。如果你要走长途，只能向当地殡仪馆报备，由殡仪馆帮忙运送。可我们穷人付不起那个钱，殡仪馆送回去，管我们要5000块钱，我一个月工资才400块钱。这是我媳妇，你看看她都瘦成什么样。就算是这样，你们也不应该违法乱纪。何况你们有什么证据证明你说的关系？有，我们有证据，把娘的病历本拿出来。这是福建地方医院的病历，为什么会跑到四川来看病？这病基本治不好，我们是听有人说四川这里的医院有过治疗这种病的先例，所以才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的。没想到，娘啊！行了，小伙子，节哀顺变，人家姑娘家都没哭，你一个大男人倒哭了。把后备箱打开，我检查一遍。我知道你们的难处，但规矩不是我定的，我也不能不按规矩办事。你就在这里等我，还有5分钟，我们执勤任务就结束了，到时我来找你。5分钟后，
检查点撤了。这位交警同志似乎忘了，并没有回来找我，而是直接开着警车掉头离开了。快上车！向云峰，你们拉的是尸体？没错，那是我娘，放心，没事的。慢一点吧，看不到路，太危险了。车牌尾号是641，那么多东西，一定得尽快追回来。向哥，再往前走5公里有个岔路口，下去好像能直接通到折多山北边，那辆货车可能从岔路口下去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人，看路，快看路！那是不是一个人？我们撵过去了。不会错，是一个人躺在路中间，好像脖子以上都没有了。你干什么？不是我们撞死的，肯定是别的车撞死的。你报警干什么？那样我们更该报警。我们不是肇事者，但我们要是现在逃跑了，行为就算逃逸。我现在就报警。你是真傻还是假傻？你说不是你撞的，谁会信？人不讹上你才怪。这里黑灯瞎火，别说监控探头了，连个路灯也没有。你说不是你撞的，谁能给你作证？对，你说的对，我们不能报警，我们赶快离开这里。上车。你是本地人，应该知道前边有个岔路口能下去，那里是什么地方？好像是通到了天培牧场旗下的果菌药园，里头面积很大，有好几十亩地。你不是要去雅江吗？我们马上要从岔路口下去了，要不然我把你放在这里，等下应该会有车路过，你再找辆顺风车。不行，这里太黑了，我不要一个人留在这里，我跟你们一起去。向哥，你给我拿点卫生纸。你哭啥啊？我又没绑架你，哭什么？把眼泪擦一擦。这是什么？抱歉，我没注意，这纸用过了。从318岔路口开车下去，顺着土路向西开。很快我们来到了一排砖房小院，大门敞开，我下车还没说话，便听到了院里传来阵阵狗叫声。你们2个留在车里等我，哪也别去。向哥，我跟你一起去，我也要去。到了门口，我偷偷向里张望，一眼就看到了那辆尾号641的3轮车，院里铁链子拴着的大狼狗也看到了我，疯狂地冲着大门这里大叫。可以了，向哥，进去吧。我包呢，妈的，真是吃了豹子胆，连我的东西也敢黑。你俩别出声，我过去看看。就明天上午，我们4000一吨全部低价处理了，有的是人要。那行，我现在拿桶接水去。他出来后，只见那年轻男子快步上前，在那女人耳边小声嘀咕了几句什么，我听不到，只是看到这女的眼神逐渐变冷，点了点头。哥，你怎么这么快？2桶水接好了？我忘了，水管子前天坏了，我去里屋拿新水管换上。那你赶紧的。哎，狗东西！老公，你要干什么？贱人，不以为我不知道你背着我干的好事儿。这他妈的还是人吗？不对，这么大动静，狗怎么不叫了？你们是谁？妈的，别跑！向哥，去死吧，小子！别慌，听我的，别留在这里，拿上我们包，赶紧走。都注意自己脚下，看着点儿，别踩到地上的血，留下脚印。进屋，我拿上我的包，检查了地面有没有留下我们3个的脚印，确认没有后，我带着蛇女和米娘拉针快速离开了现场。别发呆了，没啥大事的。如果警局找到我了怎么办？我该怎么说？怎么找到你？那地方荒山野岭，没目击证人，没监控，方圆10公里内连个路灯都没有，去哪找你去？就算找到你了又怎么样？我没杀人，你也没杀人，我们都是正当防卫。
我害怕。要不这样，你别去你家了，雅江离康定太近，你去外地避下风头，等过段时间看看情况，确认没啥事了再回来。可是我能去哪？我只有500块钱存款，我外地也没什么亲戚能投奔。要是他万一被抓了，把我供出来了怎么办？不行，绝对不行！要不你跟我去南平，那里离康定最少1000多公里，你就住进烈焰灵那儿的小木屋，住那里谁也找不到你。赵红烟，你觉得行不行？不行。妹妹，你帮帮你向哥，你知道，你帮他就是在帮我。我们家小木屋从没住过外人，向哥，你要非让他住也行，我要钱，住1天1000块钱。1天1000，你那木屋比住香格里拉还贵。我没开玩笑，不给钱也可以。还有个办法，你让我娘点头答应了也行。蛇女今天是吃炸药了还是咋的？行了，那就1天1000，我帮他出行了吧。2天后，我开车带着他俩到了南平。老太太变者，车上非常臭，那种臭味无法形容。突然，路边一个骑电动车的人使劲挑我们。喂，兄弟，你车怎么这么臭？你是拉大粪的吧？你才拉大粪的，我拉什么关你什么事？你再凶一个试试，我报警了，信不信？别误会，大哥我开玩笑呢。你说的对，我这车刚送化肥回来，确实是臭了点儿。下次注意点。我看着这人开着电动车往前开了没多久，碰到了另外一人，他俩似乎认识，还回头指着我车这里小声聊天。突然这人慢慢朝我车的方向走了过来，在离我车还2米远时，他停下脚步。怎么了？你看什么？我们认识。年轻人，死人可不敢这么放车上了。我闻味道，你车上死这人应该是个女的吧？她非正常死亡，生了怨气。你从哪里开车来的？我好奇你怎么没出事？你是带了什么厉害的护身符？奇怪，他怎么知道我车上有死人呢？还知道是具女尸，闻味道，什么又叫非正常死亡？你搞错了，我刚下地回来，有味道是拉了几袋子臭化肥。这里是南平，怨气南平，你身上有厉害东西护着，这女孩子应该是死者亲属。至于这位姑娘，你近期容易出意外，要小心。我能说的就这么多，赶快拉回去下葬吧，多烧些纸钱，多烧些香，万一要是葬后出了什么问题，你来3福殡仪馆找我。这人说的不是真的吧？管他的，这人一定有病。我操，这人被车撞了。你要去哪儿？我受够了，我要回家，我杀人了，我要去自首。别犯傻，只要你听我的，什么事都不会有。过1、2个月，等风平浪静了，你再回康定。我不要跟他们去住什么小木屋。好，我在旅馆给你开个房间，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，我再给你5000块钱，需要什么你自己去买，行了吧？他这才不闹啊！远远听到了警报声，应该是有人报警了。我听周围人议论纷纷。这老杜真是倒霉了，怎么好端端过个马路都让车撞了？开越野车的喝酒了，你刚才没闻到酒味。话说你认识这人？认识啊，老杜，杜大胆儿，在老殡仪馆上了20多年夜班。南平凡是家里死过人的，谁不认识他？每月几百块钱工资，这下完了，让车撞成这样，以后说不定都瘫痪了。原来出车祸这人姓杜。老太太不埋不行，再拖下去可能要生虫子了。晚上9点多，烈焰林深处多了一座新坟包，火盆里有尚未烧完的纸钱，林子里没风，纸钱烧得很慢。正在坟前烧着纸钱，我手机突然收到一条短信，是米娘拉珍发给我的。你能不能过来一趟？周围我一个人也不认识，我不敢去上厕所，厕所里好像有个人，我很害怕。行，等下过去看你。向哥，你要走了？是，还有很多事要办，你就在这里等我，等我和把头忙完了，我再来找你，带你去一趟苗寨治病。你干什么？向哥，其实我不想死，我想活下去，我很害怕死。放心，你不会死，我会帮你。你晚上留在这里行吗？陪我。啊？这怎么行？那边也催我过去，我总不能两头的顾吧？反正我有车，来回跑不就行了吗？前半夜陪米娘拉针，后半夜回来陪她，这样两头都不耽搁。把头给了我7天时间，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一半，我打算明天下去就走，去那什么丁屋岭村买了一罐子，然后再把包藏到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，空手回康。到了旅馆，我锁车上楼。怎么这么紧张？刚才来了一男一女2个警察，说是什么例行检查。向哥，你相不相信这世界上有鬼？我见到了鬼。怎么回事？说说。我刚才洗完脸照镜子，看到了那个老太太坐在沙发上。别瞎讲了，你就是精神压力太大了，我也有过类似情况，
只要你不主动去想，就什么都不会看到了。其实我还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，能不能告诉我？我做生意的。做什么生意？我做的是古董生意。你能不能带着我做生意？我会认真学，我很能吃苦。不行，干我们这个风险太大了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很有钱？